你有多久没有真正抬头看过一次星星了？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被人工光源填满的世界，高楼大厦的霓虹灯，手里永远亮着的手机屏幕，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我们得到了便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弄丢了那片深邃的穹顶。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000年前、5000年前，当这片土地上还没有电灯，甚至连烛火都无比奢侈的时候，太阳落山，黑暗像潮水一样涌来，彻底吞没山川和河流。那时候的古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抬起头，在毫无光污染的纯粹黑夜里，银河如同巨大的发光瀑布横亘在头顶。那种压倒性的让人窒息的美丽与神秘，是现代人永远无法体会的震撼。古人看着星辰的流转，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春天就来了；指向南方，夏天就到了。他们把满天繁星连成线，划分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星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恐惧，而是成为了指导他们何时播种、何时收割、何时祭祀的最高法则。那是属于中国人的最古老、最浪漫的宇宙观。可是天地何其辽阔，人何其渺小，古人是如何把那片浩瀚的星空，那种敬畏感安放在自己身边的？答案藏在山西晋城太行山南麓一条深深的沟壑里。这座名为玉皇庙的古建筑群，就像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容器。它用最平凡的木头和泥土，把天上的星辰凝固在了人间。推开玉皇庙的大门，跨过那道高高的木门槛，你最先感受到的不是视觉上的华丽，而是一种奇妙的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气场。中国古人对空间的理解从来不是西方那种冰冷的几何学，而是一门关于气、关于环境能量流动的隐秘学问。就像我们直到今天依然会在意家里的厨房怎么布局才算安稳，书房怎么朝向才能让人心定神宁一样。玉皇庙的院落格局就是把这种传统空间布局的智慧放大到了极致。它依山势而建，坐北朝南，前院开阔，中院规整，后院深邃。头道门、二道门、成汤殿、玉皇殿，建筑的体量由低到高，层层拔起。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好看，这是一种精密的心理学设计。当你从喧嚣的市井走进大门，两旁高耸的院墙立刻切断了外面的杂音。这是一个藏风聚气的天然容器，风从南面吹来，经过重重电雨的缓冲，变得柔和。光线随着一天中太阳的角度，在院落里切割出明暗交界的长长影子。你每往前走一步，每跨过一道殿门，光线就暗下一分，心跳就跟着慢下一拍。中轴线上的主殿稳稳地镇住全场的阵脚，而两侧的配殿如同张开的双手，将太行山沉稳的能量环抱在庭院之中。古人没有把神仙供奉在一个一眼望穿的大广场上，他们用木头和砖石硬生生造出了一个曲径通幽、层层剥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俗的烦躁被一点点过滤掉。当你终于走到最后一进院落，站在高大的玉皇殿前仰望时，你的心里已经只剩下敬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古人把这种宇宙的秩序感不露痕迹地藏在了梁柱的长短与庭院的宽窄之中。如果说空间布局是这座庙宇的灵魂，那么支撑起这具灵魂的骨肉，就是这太行山深处的木与土。你抬头看看这些撑起大殿的木柱和屋檐下的斗拱，1000多年了，它们上面没有使用哪怕一颗铁钉，全靠木头与木头之间那种如同人类关节一样的榫卯咬合。它们彼此穿插，互相借力，又互相牵制。当地震来临时，这种看似松散的木结构会像太极推手一样，把毁灭性的力量在摇晃中化解于无形。这是独属于东方的建筑哲学，以柔克刚。玉皇庙不是一天建成的，它始于北宋神宗年间，之后的金、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修缮的痕迹。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全中国70%以上的早期木结构古建都完好地保存在了山西？干燥的气候和太行山天然的地理屏障，固然是老天爷赏饭吃，但如果你翻开玉皇庙里那些模糊的石碑，你会看到另一个更让人动容的答案。石碑上密密麻麻刻着的，不是什么王侯将相的名字，而是当地的铁匠、木匠、卖豆腐的小贩、种地的农民。玉皇庙从来不是不计成本的皇家工程，它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一代接一代，哪怕从牙缝里省出几文铜钱，也要一点点凑起来修缮的。木头终会腐朽，泥土终会剥落，但在这1000年不间断的修补中，一种更深层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那是普通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执念。只要庙还在，乡愁就有地方安放；只要梁柱不倒，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和敬畏就不会散。然而，玉皇庙真正的绝唱并不在那些宏大的主殿里。推开西边配殿那扇沉重的木门，在满屋的阴影与尘埃中，你将与中国美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群面孔猝不及防地相遇。这里住着28星宿。在宋元时期，有一位名叫刘銮的雕塑大师，带着他的徒弟们来到了这里。面对空荡荡的殿堂，刘銮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他要把天上那28个冰冷的星区坐标全部变成活生生的人。你看这位东方苍龙第2宿亢金龙，他有没有打破你的固有认知呢？没错，亢金龙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男武将，而是一位女神星君。在28尊星宿塑像里，一共有9尊女性形象，亢金龙是所有女神像里唯一一个怒相造型。以往我们见到的古代女神塑像，大多温婉慈悲、端庄柔和，但这一尊完全不同，塑造的是一种极致的威严与克制的愤怒。大家看她的面部，凤眼高挑上扬，怒目平视前方，眉骨锋利，鼻翼微张，双唇紧抿，整张脸没有一丝狰狞粗暴，不是蛮横的发怒，而是身居高位执掌刑罚的上位者之怒，威严凛然，不怒自威。他的发丝冲天而起，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怒发冲冠。700多年前的工匠直接把情绪塑进了泥塑里。而另一位女神像风格就与亢金龙截然相反，那就是北方玄武第4宿虚日鼠。在世俗的眼光里，鼠往往给人卑微狡黠的印象，带着点贬义。但这尊虚日鼠被工匠塑造成一位容貌清丽、温婉恬静的少女星君，也是整套28星宿里最具烟火气、最温柔治愈的女性神像。如果说亢金龙代表神性里的威严与暴怒，那虚日鼠就诠释了神仙最难得的人间柔情。咱们见过威严的天神、慈悲的仙佛，但极少能在古塑中见到这般宛若邻家少女，兼具娇憨与娴静的星君形象。大家仔细欣赏她的面部轮廓，
脸型圆润饱满，眉眼细长柔和，眼波静谧内敛，没有丝毫疏离的神性高冷。双唇轻抿，面带尖尖淡笑，神情松弛恬淡，眉宇间自带羞怯温婉之感，完美复刻古代大家闺秀的神态。不同于亢金龙怒发冲天的张扬，旭日蜀采用披肩柔发造型，发丝分层塑形，线条细腻柔和，简简单单的发型更衬得少女纯净素雅，灵气十足。西方雕塑的巅峰是大理石雕刻的完美人体，而东方彩塑的巅峰是黄土捏出的灵魂百态。看完气场两极的亢金龙与旭日蜀，我再带大家认识咱们28星绣店里最特殊、最有趣、构思最巧妙的一尊塑像是火珠，也是整套星绣彩塑中独一无二的另类天花板。我先给大家理清它的星绣定位。是火珠属于北方玄武七宿的第6宿，五行属火。很多游客第一时间都会疑惑，属火的玄武星宿为什么本命神兽是猪？在道教星宿文化中，是宿主居室、宅舍、安居、烟火，掌管人间万家灯火，家宅平安。而猪在古人认知里，象征富足安稳、阖家安康，是居家福气的代表。这也是工匠塑造时火珠最核心的寓意。如果说亢金龙是凛冽威严，旭日蜀是温婉柔情，那是火珠展现的就是人间老者的豁达、憨厚与松弛感，也是整座店内最接地气、最富生活气息的星君。区别于其他星宿端正肃穆的姿态，整个人松弛地盘坐于台座之上，双肩放松，随性自在，完美诠释安逸富足的状态。服饰以暗红色为主，契合自身火德属性，宽松肥大的宽袖道袍，衣纹粗犷随性，褶皱自然松散，没有精致繁琐的花纹装饰，也没有华丽飘带与铠甲，朴素简约，贴合长者恬淡无欲、与世无争的性格。接下来我重点讲它区别于其余27尊星宿的独家亮点，也是无数游客慕名打卡的原因。玉皇庙28星宿皆遵循一人一兽、神兽半身的规则，其余所有星宿的本命神兽全部摆在脚边、肩头、衣袖之内，唯独是火珠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本命神兽藏在头顶的房梁之上，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其实暗藏2层东方智慧。第一层字面寓意，世宿本意就是房屋、宫室，神兽藏于房梁之上，寓意诸入其室，家宅兴旺。第二层深层哲学，富足从不在外追逐，真正的安稳福气向来藏于屋舍之内，藏于生活本身。这就是中国人的浪漫。在这个狭小的配殿里，神仙不再是高高在上、面无表情的图腾，他们有血有肉，会发怒，会忧郁，会端庄，也会像凡人一样老去。雕塑大师刘銮一定是看遍了市井街头的喜怒哀乐，看懂了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坚韧与温情，才能把这万丈红尘里的众生相全都揉进泥土里，最后披在了浩瀚的星空之上。在这里，宇宙不再是那个冰冷深邃、让人恐惧的物理空间，在这里，满天星辰都是我们的家人。在西方的艺术观念里，雕塑是做减法，工匠面对一块坚硬的大理石，用凿子一点点剔除多余的部分，去寻找那种不朽的永恒。而山西的彩塑做的是加法，从无到有，不过是工匠去后山挖来的最寻常的黄土，掺上一点麦秆和棉花，在几根粗糙的木架子上一层一层的敷泥，一遍一遍地打磨。泥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最脆弱的材质。一阵稍微剧烈的地动山摇，一场无人修缮的漏雨，都能让这些绝世之作瞬间化为一滩烂泥。可是，也就是这些最脆弱的泥土，承载着中国古人对天地万物最深沉的共情，
硬生生地在这方寸之间挺立了700个春秋。历史的朝代更迭了无数次，创造他们的工匠早就灰飞烟灭，连名字都渐渐模糊，但他们留在泥土里的眼神却穿越了时间的洪流，至今依然能精准地击中每一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这就是文化根脉的力量，它不需要你刻意去背诵什么宏大的教条，它早就悄然无声地写在了我们如何建造一座院落的尺度里，写在了我们如何凝视一尊泥塑的共鸣里，也写在了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时心底泛起的那一丝敬畏里。只要这片泥土还在，只要我们依然能读懂这些古老面孔上的悲悯与慈祥，那条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根脉就永远不会断绝。万物皆生于土，终将归于土。但在归去之前，泥土也曾捧起过最璀璨的星空。